大家好，歡迎來到愛生的頻道。我們把時鐘撥回到2025年7月16號那一天，這一天特別熱哈。路透社的商用衛星就像往常一樣，從太空掃過廣東沿海的某片海域。那天拍到的衛星照片，乍一看好像沒有什麼特別，海面上密密麻麻，全是一群看起來特別普通，甚至可以說有一點醜的一些平板船。你看不到什麼炮塔呀，也看不到什麼那些科幻感十足的相空陣雷達，也沒有導彈發射井。這些船的樣子就像是那樣一種在海上搞風電安裝的工程隊用的船，又或者是運黃沙的駁船。如果你是情報分析師，看到這樣一些照片，大概率會直接略過去，覺得好像沒有什麼值得分析的。但是就是路透社這樣一張看似平淡無奇的衛星照片，其實藏着台海衝突的一些真實的拼圖。我在上一期視頻曾經說過，中國針對台灣的這個戰略重心啊，他們已經從規劃、從理論、從紙上談兵的階段，全面轉向了真槍實彈的執行準備的階段。而之前構建的那個台海倒計時的預警系統，大家還記得嗎？上次說到只剩下最後2盞紅燈沒有亮起來，但沒過幾天，路透社的這樣一條獨家報道，其實直接告訴我們，灰犀流啊，有可能比大家想象的要更快。在把鏡頭推向廣東這片捷勝海灣的爛泥灘之前，我們必須要先看一看一張更加宏觀的圖譜。這裡有一張天下雜誌發布的基於2022年到2025年數據的一個台海的軌跡圖。這張圖上是密密麻麻的，有紅線就是空軍的飛機，跟藍線就是中國的艦艇。他們不僅塞滿了台灣海峽，更是非常瘋狂的向東延伸，切斷了台灣通往太平洋的後路，甚至逼近了美軍的關島方向。要怎麼樣解讀這樣一張圖呢？這個說明解放軍正在構建一個雙層三明治的結構，外線是由正規的海空軍的主力在西太平洋構築巨直牆，擋住美日的援軍，而內線也就是我們接下來要講的這個捷勝灣，因為有了外線的保護啊，所以台灣海峽實際上正在變成是解放軍的內湖。正是因為有了這個內湖這樣一種安全感，所以那些沒有裝甲、沒有武裝到牙齒，然後原本脆弱不堪的民用的滾裝船，才敢像我們接下來看到的那樣大搖大擺的進場。好了，我們現在把鏡頭拉近，聚焦到路透社衛星盯上的這個演習的現場，就是捷勝灣。大家可能會問，解放軍為什麼偏偏選在這個地方進行演習呢？這個不是隨便找一個海灘練一練就完事兒了。如果我們打開地圖仔細看，就會發現捷勝灣在廣東東部，它的地理跟水文的特徵，簡直就是台灣西海岸的一個雙胞胎兄弟。這個地方有特別寬的潮間帶泥灘，海底的這個坡度啊，平緩的讓人絕望，大概只有1:500。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呢？吃水稍微深那麼一丁點的軍艦，離海岸線還有好幾公里的時候就已經擱淺了，基本上靠不上去。長期以來，台灣國防規劃他們的防禦基於一個基本的假設，就是全台灣島真正適合大規模2棲登陸作戰的這個海灘不超過20個。所有其他的地方，它不光是水淺，而且全是爛泥，重型的裝備一上去立馬就會陷車。所以防守方他們的想法非常簡單，我只要對於那幾個深水港跟特定的幾個沙灘嚴防死守就夠了，其他的地方你根本想上都上不來。解放軍在捷勝灣進行的這次演習，其實就是要打破這個假設，因為他們想通過演習驗證的是什麼呢？就是那些原本被認為根本沒有機會、沒辦法通行的離灘的區域，到底有沒有可能把重裝部隊送上去呢？我專門看了衛星圖像跟 AIS 的這個數據分析啊，本次演習的時間線特別的清晰。8月17號之前是集結階段，大約12艘經過特殊改裝的民用船，包括6艘大型滾裝渡輪跟6艘甲板貨船，他們從黃海跟渤海悄悄南下。這裡有一個細節，我覺得特別有意思，所有這些船他們在航行途中頻繁關閉或者是篡改 AIS 的信息，也就是船舶自動識別系統。這種做法其實就是在
模擬暫時怎麼樣躲避美軍的偵察。而8月17號到19號，突擊階段開始了。雖然正規軍的2棲登陸車是在打頭陣，但其實真正的好戲在後面。從8月20號到23號，這是後勤建立的階段，這個才是讓那些情報分析師會倒吸一口涼氣的時候。衛星拍到了2樣東西，一個是代號叫做水橋的新型浮動碼頭系統，而另外一個是像華裔之星這樣的一些甲板貨船，他們正在幹一件特別瘋狂的事情，硬着陸。要真正講清楚解放軍他們在捷勝灣的這個演習到底在折騰啥，有什麼戰略意義的，我們要先回到一個最簡單的數學問題，這個也就是長期以來一直困擾解放軍海軍的所謂噸位赤字。我們大家都知道，這些年中國造船速度快得跟下餃子一樣，表面上看起來海軍的這支艦隊已經相當現代化了，但是西方情報機構他們一直死死地盯着解放軍的075型2棲攻擊艦跟071型船塢登陸艦，他們拿着計算器算來算去，如果想要在台灣本島搞大規模的登陸的話，那在決定性的黃金72小时內想要站穩腳跟，你要投送多少兵力呢？答案是你至少需要好幾個重型合成旅，加起來要幾十萬大軍，而且還有輔助的，就是配套的成千上萬噸的彈藥油料跟補給。就算是把解放軍现役所有的正規2棲艦艇全加在一塊，運力還是差一大截，至少還缺了一半。頂多最多只能投送大約 1.5 到2個重裝旅，而這樣一點兵力上去戰術風險極高，甚至有可能面臨被半渡而擊的危險。你的部隊還在海上沒有上岸的時候，敵人就已經把你給擊沉了。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運力缺口。西方智庫的結論非常簡單因為你的船不夠，所以他們覺得所謂的台海衝突還遠着呢。這個也是解放軍的軍方高層在戰略層面一直存在的一個焦慮，在運力不夠的前提底下，到底要不要動手呢？如果想要造更多的軍艦，那估計還得要好幾十年的時間，而且還得花天文數字的錢。換一個思路，如果我們把目光投向中國龐大的民用商船隊的話，你就會看到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世界。中國目前擁有全世界最龐大的民用滾裝船和汽車運輸船隊，如果把這些船的這個排水量全部加起來的話，是一個天文數字，110萬噸。各位，110萬噸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呢？解放軍的正規2棲艦隊的總噸位才37萬噸，也就是說，這樣一支影子艦隊的運力是正規軍的整整3倍，而且這個數字甚至已經超過了美國海軍所有2棲艦艇噸位的總和。講到這個地方，那可能有些人會說，這些民用船只有什麼用呢？它又不能打仗，又沒有裝甲，又沒有炮，對不對？但其實這個正是思維誤區所在。從2010年代中期開始有一種叫做軍民融合的這個戰略，已經開始悄悄地改變海洋運輸的格局。這個邏輯其實非常簡單。中國有全球最龐大的民用商船隊，那為什麼不把它們變成是戰時的戰略預備隊呢？這個絕對不是我們在2戰電影當中看到的那種戰時臨時抓了幾艘漁船或者是遊艇去運士兵那麼簡單。2017年實施的這個國防交通法實際上是一個分水嶺，因為這個法律規定了民用船只在設計跟建造的階段就必須要考慮國防的要求。這個事情意味着，當一艘普通的民用滾裝船還在圖紙上還在設計階段的時候，工程師他們就被要求必須要因應國防的需求，比如說這個底層的甲板能不能夠扛得住 99A 主戰坦克50多噸的重量，這個坡道的寬度夠不夠裝甲車通過，船上的這個通信設備能不能直接接入海軍的指揮鏈呢？而更可怕的是一種叫做依船定兵的模式，這樣一艘船的船長、大副、關鍵的船員，
他們平時是預備役的軍人或者是民兵，他們不需要暫時來臨時熟悉戰場，因為他們每一年都在搞軍事訓練。這也就是為什麼在2025年的這個演習當中，我們看到這些徵用的民用船只，他們展現出了驚人的戰術素養。而與此同時，在所有這些民用船只上，還有一個非常核心的角色回歸了，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政治委員。因為在西方傳統的商用的航運界呀，船長他就是說一不二的，對不對？但是在中國的戰略投送支援船隊裡面，實行的是雙重領導、雙重指揮的制度。平時的話，政委可能最多就是搞思想建設，但是戰時政委有最終決定權，所以政治委員這個制度的存在，就把原本非常鬆散的一個商業僱傭關係，可以在戰時瞬間固化成鋼鐵般的軍事服從關係。所以這就是為什麼解放軍他敢把戰爭的後勤命脈壓在民船上，因為他們非常確信這樣一支民用的艦隊是受控的。我們来看一看渤海輪渡集團，這是一家在西方戰略情報評估裡面被稱之為解放軍第8運輸大隊的一個商業巨頭。拿中華復興號來說，這樣一艘排水量達到45000噸的巨獸，比很多國家的這個輕型航母都大。路透社的調查記者通過衛星圖像發現，這樣一些船，它們早就不是單純的民船，因為它的尾部坡道經過了特殊的液壓加固，能夠扛得住主戰坦克的重量，而且它的車輛甲板的設計標準也是完全符合國防的要求。而且我們還有一個特別有意思的技術細節，就是焊缝氣泡與美白處理。這個詞兒聽起來像是美容術語，對不對？但實際上這個是為了確保焊縫能夠承受極端的甲板應力，因為普通的散貨船它根本不需要用到這樣一種非常高級的工藝。但如果你想在甲板上停一艘50多噸重的99A 主戰坦克的話，那這樣一種級別的焊縫，這樣一種級別的焊接技術就是必須要的。渤海翠竹號有一個技術突破，這艘船甚至專門加強了甲板的通風系統。為什麼呢？因為坦克呀，它在船艙裡怠速的時候，發動機會產生大量的廢氣。那如果是普通民船，它的這個通風系統根本扛不住。這樣一艘船經過技術改造以後，船上甚至還預留了簡易的醫療艙室。所以我們看到有好幾艘這樣的民用的巨輪，他們已經被拍到在海面上可以直接釋放2栖突擊車的這個畫面。一艘巨大的民用滾裝船，他們停在海面上，巨大的尾門打開，直通大海。然後我們看到緊接着一輛接一輛重達26噸的054式2棲突擊車，他們直接從船艙衝進海裡，在水裡面編隊，然後向灘頭陣地全速衝擊。我們看到這些民用的巨輪，他們平時就是商業運營，往返於大連跟煙台，是客滾船，是運油輪或者是運快遞的貨車。但是一旦戰爭動員令下來，他們並不需要非常複雜的改裝，瞬間就能夠變成是軍事投送的力量。而且除了这些巨無霸之外，還有甲板貨船。與這個甲板貨船相連接的，還有一個更讓人感到絕望的一個戰術邏輯，就是不對稱的成本交換。這樣一艘船，你可以想象成是一個海上的平板卡車，船頭船尾各有一個跳板，中間呢就是一大片空曠的甲板。它的結構極其簡單，成本低到讓你不敢相信。對於防禦方來說，這個簡直是一道無解的算術題，因為一艘現代化的2棲登陸艦造價就好幾億美刀，而一艘美國賣給台灣的魚叉反艦導彈或者一發標槍導彈，它的成本就要幾百萬美金。但是一艘載重7000噸級的全新的甲板貨船，你猜多少錢？這個市場價是390萬美金，而二手的只要55萬美金。55萬美刀在現代戰爭裡面，這點錢其實連一枚像樣的精密制導的彈藥都買不到。這就構成了一個非常恐怖的戰術陷阱，因為如果解放軍在第一波攻勢裡面混着幾百艘這樣的甲板貨船，他們衝向海灘的話，防禦方到底打還是不打呢？如果不打的話，這樣一些船雖然很簡陋，但是能夠裝彈藥、車輛、補給，甚至有預備隊。他們像螞蟻搬家一樣衝上你的灘頭陣地，
如果你打的話，防禦方那些昂貴的反艦導彈的庫存會迅速的消耗在這樣一些只價值幾十萬美金的鐵殼子上面。對於防守方來說，這樣一種交換比是非常不划算的。所以我們在2025年廣東捷勝灣的演習當中，衛星拍到了好幾艘的甲板貨船，他們開足馬力直接衝上泥灘，擱淺就擱淺唄，無所謂，因為他們就是平底的，擱淺了正好變成是一個穩固的鋼鐵平台，然後巨大的船首跳板放下來，幾十輛軍用卡車像流水一樣開上沙灘。所以這樣一種戰術，它可怕就可怕在無依托登陸。這樣一些甲板貨船，它們的吃水極淺，配上自帶的這個重型液壓跳板，它們可以直接衝上爛泥灘，在任何一個你想象不到的角落就可以卸貨。傳統的登陸戰，你必須要搶港口，因為重型裝備，比如說50多噸的99A 的坦克，你必須得要靠港口的大型吊機才能夠卸下來。所以台灣的這個豪豬的戰略核心就是死守高雄、台中這樣一些深水港，甚至不惜在最後一刻哪怕是炸掉這些碼頭。但傳統的民用滾裝船，他們的這些船非常大，吃水很深，沒有辦法去衝這些非常淺的淺灘。怎麼樣才能夠把解放軍的這個坦克送上岸呢？要講清楚這個事兒，我們必須要回顧一下2024年的一個國際笑話。當時美軍為了給加沙運送人道主義的這個物資啊，他們在海面上搭了一個浮動的碼頭，但結果呢，一場風浪吹過來，這個花費了巨資的碼頭直接散架了，碎片飄得到處都是。這個非常搞笑的一幕啊，被全世界直播，也被中國的軍事研究人員看在眼裡面。解放軍沒有浪費這個機會，他們對於美軍的這次失敗進行了非常深度的復盤，得出的結論就是美軍這樣一套系統太依賴拖船來拼裝，抗風浪的這個能力實在是太差了，連接的速度也太慢。所以在2025年的這個演習當中，衛星拍到了中國人的這個解決方案，就是制航式模塊化的浮動碼頭。大家注意制航這2個字，這個簡直是工程學上的一個暴力美學。以前的浮動的模塊是死的，你必須要用拖船拖來拖去，但是中國的這個新型的模塊，每一個它都自帶了側向的推进器，在波濤洶湧的大海上面，這些模塊就好像是有生命的變形金剛一樣，它們能夠自動調整姿態，快速找到接口来拼接。這些長達185米的巨型的駁船，可以在風浪裡面像樂高一樣首尾相連，拼出一條長達820米的一個鋼鐵的棧橋。而這樣一套系統，他們用了特制的柔性連接器跟氣動的浮體，這也就意味着海浪打過來的時候，這個棧橋會像脊椎動物一樣靈活的扭動，它們能夠吸收波浪的能量，而且不會像美軍這樣一種剛性的連接一樣硬扛，最後導致生生被折斷。而這個非常有意思的一個細節是它的一個自升式的技術，也就是從海上石油鑽井平台移植過來的一個技術。這個駁船開到預定的海域以後，幾根巨大的樁腿會直接插進海底的泥沙，把整個橋面穩穩地抬出海平面，完全不用管潮汐跟波浪。而這樣一種長達300多米的浮動的棧橋，徹底解決了最後1公里的這個卸載的難題。它讓那些巨型的民用滾裝船可以在沒有港口的任何的海域，把重型的裝備源源不斷的送上岸。在2020年福建大城灣的這個演習當中，我們第一次看到了這樣一套系統的雛形。而到2023年跟2025年的這個演習，這樣一套系統已經完全成熟了。衛星捕捉到的這個畫面顯示，一艘巨型的滾裝船停在深水區，然後旁邊拼出了巨大的海上的卸載平台，重型的卡車從大船開到平台之上，然後再通過幾百米長的這個制航的浮橋直接開上沙灘。甚至解放軍還搞出了半潛船運氣墊船的這麼一個戰術，就好像星光華輪這樣的一個半潛船，他們直接下潛，讓巨大的野流級的氣墊登陸艦在遠海就能夠下水出發。所以回到演習當中來，從衛星圖片我們看到解放軍他們實際上是在折騰硬着陸和所有為台海特別定制的登陸解決方案。從55萬美刀的敢死队驳船到3萬噸級的
民用軍民兩用的巨獸，再到能夠自己拼裝的浮动碼頭，大家看到了嗎？這個不再是簡簡單單的人海戰術，而是一套經過精密設計、極具成本效益的一個特定的登陸的物流閉環。解放軍這一系列的工程革命意味着什麼呢？其實從根本上改變了遊戲規則。以前的話，台灣的防守方他們只要守住高雄港、基隆港，進攻方就沒辦法卸載重型的裝備。但是現在因為有了水橋，解放軍不需要專門去啃那幾塊硬骨頭，他們可以在任何一段開闊的沙灘、一段不起眼的離灘外海，甚至是一條濱海的公路旁邊，就能夠憑空造出一個深水港來。這就意味着防守方原本認為是安全的一個漫長的海岸線，現在處處都可能成為重裝部隊的登陸突破口。解放軍的新戰術是逼着台軍他們必須要分散兵力去防守漫長的海岸線，這也就導致台軍他們沒有辦法集中優勢兵力來分割包圍各個擊破，這也就是解放軍的工程技術帶來的一個戰術紅利。所以當防禦部隊還在死守那幾個特定的港口的時候，解放軍的重裝甲集群可能已經在幾十公里之外的那片爛泥地上通過這樣一條鋼鐵長龍長驅直入了。所以這個破解港口奪控難題的一個工程學的解決方案，讓台灣原本以防守港口為核心的一個防禦體系瞬間崩潰。而講完這些硬核的技術，我們來聊一聊更加複雜但是也更讓人頭疼的問題，就是這個在國際法跟全球經濟上意味着什麼。這樣一種大規模運用民用船只的做法，在國際法裡面制造了一個巨大的灰色地帶。因為根據聖雷默海戰法手冊，雖然執行軍事任務的民用船只可以被視為是合法的打擊目標，但是在實戰當中其實依然是一場噩夢。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在繁忙的台灣海峽，幾十艘滿載坦克的滾裝船，他們混在幾百艘真正的商業貨船、漁船中間，雷達上其實看起來都是一樣的。那防守方的指揮官，他們敢下不？那防守方的这个指揮官，他們敢不敢下令開火呢？如果打錯了，這就是屠殺平民的戰爭罪；但如果不打的話，等他們靠岸衝出來的就是坦克。所以這樣一種識別困難，對於防禦方的這個道德決策構成了極大的不對稱的挑戰，但是卻變成了是進攻方的一個法律的盾牌，為他們爭取了最寶貴的戰術的時間。另外，船上的這個船員雖然是穿制服，但是身份其實還是屬於平民。這個又牽扯到了直接參與敵對行動的平民的這個法律界定，因為這個界定也是非常的模糊。所有這些都拖慢了防守方的一個決策鏈。而最後我要講的這部分，其實也有可能是解放軍戰略當中殺傷力最恐怖的一個環節。因為通常大家會認為，想要封鎖台灣海峽，你必須得要海軍的軍艦圍得水泄不通。但是在2025年的這個封鎖戰略，有可能會根本不需要開一槍一炮，只需要一張紙就可以做到了。什麼紙呢？這張紙叫做戰爭險的保單。那我們從商業邏輯出發來看，一艘運液化天然氣 LNG 的這個船，他們通常造價要好幾億美金，那貨物價值也高達好幾千萬。在和平時期，戰爭險的這個費率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大概是船體價值的 0.01%。但是一旦倫敦勞合社下屬的這個聯合戰爭委員會把台海劃分成了高風險的區域，也就是所謂的 HRA， 那這種情況一旦發生的話，保險的費率會瞬間飆到 5% 甚至 10%。如一旦台海被劃分成高風險的區域，這個就不是保險公司神經過敏了，因為我們回過頭來看一看這張航跡的軌跡圖，尤其是那些環繞台灣東部切斷巴士海峽跟宮古海峽的一些藍色的艦艇的軌跡，我們會發現這些軌跡事實上已經形成了一個物理上的閉環。而對於保險精算師來說，這就不再只是潛在的戰爭風險，而是一個既定的事實。當原本被視為是安全通道的台灣東部的海域都布滿了24小時游弋的軍艦的時候，沒有任何一家商業的船東他敢拿幾億美金的這個船去賭運氣。所以這樣一種全向圍島的態勢，就是給保險費率的飆升提供了一個最硬核的
證據。我們可以算一筆賬，一艘1億美金的這個船，它跑一趟台灣，光保險費就得交1000萬美刀，這個還沒算貨物保險跟船員的高危津貼。所以在這樣一種成本的計算底下，沒有任何一家航運公司能夠盈利。而更要命的是什麼？是全球主要的再保險公司可能會直接宣布拒保。那一旦失去了這些商業保險的覆蓋，銀行會立刻切斷對這樣一艘商業船只的貸款支持，而船東為了保住資產，他會立馬命令船只停航，或者是繞到台灣海峽。其結果就是什麼？解放軍甚至不需要派軍艦去攔截這些商船，他們只需要發布一個高強度的演習公告，製造足夠的緊張氣氛，全球的保險市場就會自動幫他們執行封鎖任務。這個也就是所謂的自我實現式的封鎖。那這個會帶來一個什麼樣的後果呢？據估算，這樣一種封鎖會導致全球 GDP 每年損失2.5萬億到5萬億美金。所以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資本市場現在出現了所謂的中國折價。類似這樣一些中概股的公司，他們的財報再好看，他們的估值實際上也會遠遠低於美國的同行，因為華爾街的聰明錢已經在為這樣一場潛在的保險式的熔斷提前計價了。那麼對於情報機構跟觀察家來說，怎麼知道這一切會從什麼時候開始呢？我想2025年在廣東的這個演習給了我們很多高價值的預警指標。除了剛才提到的 AIS 的信號異常，也就是大量原本跑渤海灣的商業貨船突然南下，或者是他們的 AIS 信號突然消失。比如說，如果我們在衛星照片上看到商業渡輪的尾部突然多了很多奇怪的液壓裝置，那個就是他們在搞軍事化的改裝。那如果看到一群穿着橙色救生衣或者是藍色作訓服的人在船上列隊，而不是身穿便服的普通的船員，如果我們看到大規模的召回修甲的海員，那這個就是民兵動員的一個非常清晰的信號。另外就是還有那些工程的驳船，普通的工程船可能會五顏六色，但是專門用於水橋系統的那個模塊，他們往往會統一塗成灰色或者是工程黃色，而且是成組成編隊的出現。比如說是在捷勝灣、大成灣這些特定的演習區域聚集，尤其是在例如半潛船與滾裝船協同訓練，這些就是再明確不過的戰備信號。因為這個不再只是單純的商業活動，另外還有一點就是非常容易被大家忽視的一個前奏曲的指標，就是藏在這樣一張地圖的橙色軌跡裡面，也就是探空氣球。如果在未來某一段時間我們發現飄過台灣本島的這個氣球數量呈指數級上升，或者看到中大型的無人機開始在台灣東部外海進行長時間的這個繞圈飛行的時候，請注意，這些也不再只是偵察，而是在進行消耗戰。他們是在通過廉價的手段迫使對方的防空雷達頻繁開機，來消耗對方非常昂貴的防空導彈的庫存，同時來麻痹普通民眾的神經。所以當紅色的戰機軌跡、藍色的軍艦包圍網、橙色的氣球偵察線跟灰色的民船航跡在地圖上重重疊疊的時候，這也就是戰爭倒計時歸零的時刻。如果我們看到大規模的撤離在歐美的資產與人員，全面禁止稀土、醫藥的原料出口，對於中國沿海地區的 GPS 信號進行廣域干擾，切斷海底的光卵連接，各個省市的醫院血庫停止擇期手術用血，全量向戰區集中，那所有這些信號就是戰爭馬上要開始的一個高可信度的指標。最後我們應該怎麼樣總結2025年捷勝灣的這個演習呢？我認為這個是解放軍2棲作戰能力發展的一個歷史性的分水嶺，它標誌着他們已經不再只是單純依賴昂貴的正規軍艦，他們是在通過影子艦隊跟水橋系統，把一場原本非常單純的軍事的搶灘登陸變成了是一個宏大的工程與物流的複合較量。而這樣一種登陸解決方案的核心在於非對稱，用廉價的民用的改裝的這些船只去淹沒昂貴的反艦彈道的通道，用模塊化的工程奇蹟去征服大自然的一個地理屏障。而對於全世界的這個防務觀察者，尤其是台灣人來說，這是一個警鐘。未來的台海衝突，第一波衝上灘頭的
未必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些灰色的軍艦，而是那些有可能塗着商業廣告但卻滿載坦克的民用渡輪。這些不僅僅是對於軍方運力的補充，更是對於戰爭規則的徹底重寫。喜歡這期節目的話，請記得點讚轉發，也歡迎大家訂閱愛生的頻道，加入我們的會員。祝你有心情愉悅的一天，我們下期節目再見，謝謝大家。